呀，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年再次又回复这个周四的聚会啊，这个聚会非常的蒙恩啊，我们当中有很多慕道友，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已经正式加入我们教会，有一些也在别的地方聚会啊，牧师都欢迎你们啊，不管你们来自哪里啊。那我刚过的一个主日呢，我是谈到了有关教会历史的事情。讲了多久啊？讲了1个小时半。那对很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听到整体的一个教会历史呢。那各位，我告诉各位，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明白教会历史？那其实现代很多的信徒呢，是以为基督教就是去教会见见人，彼此相爱，然后就从牧师听一些实用的道理我懂得怎样应对生活上的问题比如说家里的问题、工作、健康、人际关系的问题，那就这样应对，那这样就是基督教了这样就是上帝的真理了。各位，我看大多数的信徒现在都是这样对基督教来认识。那么我也相信这个时代其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种实用主义只要用得着，能够现在感觉得到、看得到的就是真的就把它当作真的。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的人越来越活在一个表面、眼前的事情那眼前呢是什么事情？可能找工作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婚姻的问题，都是一个眼前上的问题。那只有因着你眼前的问题来找神，但是最终有没有真的遇见神，真的明白神口中的话，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各位，通常我看人有几种的属灵的问题那这是我常常讲的我讲属灵的问题，就是他灵性上，他跟神之间的交通的问题那么有几方面第一种，通常我发现什么问题？我讲属灵问题，第一种是我常讲的耳朵的问题听的问题。有些人呢就是不能听跟他现有的理念不同的观念。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要听自己要听的，看自己要看的。那有一些人呢，有一点跟他讲跟他现在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呢，那不太能够接受。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呢，你这个一点他就通了，哎呀，感谢你给我有这样的观点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所以他马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会看。各位，当牧师把真理传讲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人的耳朵是不能听的其实不是耳朵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心灵的耳朵有时候牧师讲到有关给你有关儿女的一些见解，你的儿女要怎样明白看待他或者跟你说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同工要怎样但是你听不进，你一直就是还是抓住自己的成见或者自己的看法，这个就是一种属灵问题来的。因为你要体贴你自己里面的声音。我跟各位说，这是第一种问题，也是教会里面最常有的问题。这个是跟你的学问没有关系，是你心灵的耳朵的问题。那各位，这样的人你没有搞好，我绝对告诉你，第一，你的心灵里面的问题呢，一定会带来你人际关系的问题。因为你跟人际关系，你的家人、同事或者一些同工，一定会有问题。因为你不愿意听，不愿意明白，不愿意再确认你上帝的作为这是第一种心灵的耳朵的问题。第二种属灵的问题呢，我通常看呢，就是一个人呢不喜欢历史，不喜欢懂历史的事情，他只懂现在，也只愿意要懂现在的事情。那你说牧师，你讲历史的东西刚过一个主日我下来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牧师，我从小我读书的时候呢，历史就不好那你讲这么长的历史，第几个时代第几个？我跟各位说，其实我们人都是有历史观念，
这个不是你中学还是什么，你读历史好不好？你那不是那个问题的。各位，你喜欢一个人，你想不想懂他的历史？你要不要知道他的过去？你说不用，我知道他现在爱我就好。你们哪一个人是这样啊？一定要懂，他的背景，他怎么长大，他受过怎样的教育，包括他受过怎样的一个创伤，对不对？我们都想知道你过去那个人他的历史。那我才知道，那他现在他的为人，他跟我说的话是真实的，有真实感，有真实性，对不对？我们人啊，现在你看一个人活在现在这40多岁，其实跟他的过去很多的事物是连接起来的。他遇到谁，他读过什么书他遇到什么事，其实这些事情呢，跟他连接起来所以一个人他信主10年有10年的经历，30年有30年，他30年信主，可能中间5年跌倒了，那个又起来，也有这个经历，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说我现在就好，我现在很蒙恩，我现在很嗨神很爱我，这样你将来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的弟兄姐妹，认识基督教，其实都是不对的那如果我们讲到教会历史的，更不用讲。你认识那个创造万有的上帝，从创世以来，他带领整个人类历史，从创世以来，他都有作为。那他所有的作为里面呢，你只有活在这21世纪，哇，有电脑，有手机，然后这样来明白这样。那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懂的，你现在从网站听到的很多的牧师的道，这个是真基督教还是伪造出来的基督教？所以呢，你不查明历史，不知道上帝在几个世纪的他所做的是一个起码他正规的那个系统，对不对？他的主干的人物，他怎么做工，主要的事件发生什么事情，神怎么做，那这个怎么得胜，这些你不明白的话呢，你就活在现在有时候人现在比较有口才的人出来讲几句话忽悠你，哇，这个就是基督教了。那后来你发现差不多跟传销的人差不多一样。你们了解吗？这些不是批评的话，这些是刺激你们去想。那其实牧师要预备这些信息，其实花很多时间的。我一直要思考各位的心灵，思考上帝在历史里面做的事，然后现代的人怎么把它连接于过去，然后来真正明白上帝的作为。如果你过去不是这样了解基督教的话呢，你要以一个重新来思想所以我刚才说什么？第一，人的属灵问题是耳朵的问题。因为自己的我很大，一直要听自己要听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带来所有人际关系问题是这个。第二是什么？不愿意懂根基，不愿意懂历史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第二。那第三个属灵问题通常是什么？我也跟各位说，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呢，他不在乎什么是真理。各位，你在乎真理？你在乎神的话吗？你说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就是真理。如果你是在乎真理的话，你一定会在乎教义。圣经有这个字叫教义 （doctrine）， 对不对？教义的意思就是那个基本理论。当我们讲到得救的教义的时候呢，那不是你现在自己感受好像神很爱你，这样就是你得救，绝对不是的。得救背后有一个得救的教义。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的得救是从哪里来？是我选上帝，还是上帝拣选我？那是他拣选我的。那现在我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那我应该要怎样活？得救的人应该是怎样？所以这个叫得救的教义。得救的教义呢？现在没有去说我已经得救了现在实用就好感觉好就好。那我现在已经感觉神很爱我，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现在每次祷告很顺那你有没有问过，有一天你祷告不顺了，你祷告的东西没有发生，你怎么办？所以你一定问，一定有一个得救的教义。什么叫祷告的教义？祷告蒙应允的教义。上帝听你的祷告，就是说你要的他都给你，这个就是祷告蒙应允。那就是说你没有祷告的教义了。对，祷告是什么？什么叫求问他？什么叫求问他的旨意？那这些呢，都是有教义性的东西，那个基本理论 ，the fundamental truth。The doctrine 要在那个地方，没有这个是只有靠感觉的。今天有就开心，没有就难过，也不懂为什么，对不对？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都很容易被骗的，因为我们生来
是生在肉体里面，生来看不见神，生来不明白真理，我现在爱我的父母亲，我现在给我吃饭的人，现在对我好的人，现在喜欢我的人，等下呢全部离开了，全部变了，那你心里面也跟着变。所以通常这样的人就是为什么很容易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去的？因为其实每次换教会的人也是一个问题的，每次换朋友的人也是问题的，就是起初也没有把人看好，也不用明白人是软弱的，有一些软弱是一定会有的，有一些东西不用讲1次2次3次，不用再讲了，就是知道这个人要忍耐他，要为他祷告就好了。这天讲，去年讲，今年也讲，对不对？那你整个人际关系是没有根基，整个同工关系也没有根基，所以呢，难怪要离开教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一个根基的问题。你以为说我翻开圣经读牧师讲的话，我可以阿门，这个就是你在乎真理吗？你在乎真理的人呢，你会感觉到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不动摇的眼光，不动摇的信念。他看人看全了，清楚了，定了，心里面知道怎么做，对不对？我跟我同关系都这样，我知道他们是谁，我知道他们的软弱，我知道他们有一些地方不能过。我跟我的家人也是一样，我跟我的孩子也是一样，对不对？我孩子最近刚刚一开学的时候，哇，小儿子整个情绪又来了，因为他看到哥哥全部天天早上在睡觉他姐姐也 holiday 出去学院，所以他自己要上学的时候整个情绪就来。我是就骂他教训他，但是我是忍耐他，我是知道这个孩子，你们明白吗？你的心跟着你的孩子动来动去，他好你就好，他不好你就不好，那你怎么靠主？你们明白吗？当我们讲真理教义的东西其实延伸到你的整个的眼光、你的判断、你对事情、对人的解释。所以呢，你不在乎真理这些不用讲了，就是只有靠好感来活。所以我今天我跟各位说，你先把真理弄清楚。然后呢，什么叫教会历史？这个历史有些历史不用读也没有关系，但是有关神跟他的子民的历史，你绝对要懂，那你才知道对，神的道是整个历史成就出来的，是有根基的，不变的，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呢，你有一个 anchor， 有一个不动摇的根基了，对不对？真理、历史，所以呢，你才懂这个是我要抓住一辈子我要传的。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判断事情、判断人的时候，就不看表面，就会懂得看更多，看长远，看深入，看人的内心，不是看他现在给你的感觉，乃是看他的信念。那他的信念还不稳固的话，有没有继续再建立起来？有没有这些东西？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人如果没有这些根基的话呢？慢慢你就发现实现出来很多时候就是很可惜的我们世界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然后教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其实都是你会发现都是从这个根基性的东西真理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1章，前书第1章第8节。我们看第8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意听使徒保罗跟他的门徒提摩太说的话，律法原是好的谁讲把律法丢掉？要用的律法，但是要用的合意律法有一些人乱用，有一些人不守法，所以你看，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顺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的要不得，对不对？并起假誓的。最后一句话请注意听，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各位，今年的主题持守正道，这个正道这个字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那这个正道这个字呢，是指 sound doctrine， 也可以用另外一种纯正的教义，换句话说是这个。但是圣经用2个字来讲，正道，正确的正 sound，
那个道是什么道 ？doctrine， 有根有基的教义，有圣经的那个基本理论啊。从神的道里面你要掌握。有些人呢犯罪，现在讲律法，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奸淫，我没有说谎。其实呢，各位，我们每一次就以为杀人、奸淫、说谎、偷盗，我们以为这些东西才是犯律法。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其实你传假道，你传的那个道呢，跟这个 sound doctrine， 跟那个正统教义呢有点偏离的，其实你是犯律法的。其实，在神的眼中是更糟糕的，因为你歪曲了上帝无误无谬的真理，对不对？你歪曲他的道来讲你要讲的东西。换句话说，你是说谎的。但是你的这个谎言呢，你不是扭曲人的话，你是扭曲神的话，所以犯律法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我给各位看，然后你们再翻到同样一本书《提摩太前书》第4章。那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说，第16节我们一起读：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世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各位，第一句话，你要谨慎你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新译本翻译的时候呢，是更清楚的讲，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与教导。你们明白这句话吗？它有一个言行出来。换句话说 ，watch yourself, watch your life。你的生活，你的言行嘛，言行就是你的生活。Watch your life and your doctrine， 对不对？你的教导，就是你所信的那个信念、那个教义呢，跟你的言行、你的生活要一致的。各位，我现在讲一些比较根基性的东西，也跟着我们主日信息的这个方面，我叫各位要确认一下。各位，我们常常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有没有听过他们问我们说：“你们怎么知道你们读的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他们就说：“万一这是按照人的意思写的呢？那你说这个是1-2千年前定准的正典，对不对？2000年到现在1700年，那万一在这么多不同的朝代、不同的人文化经过这些历史之后呢，有一些人把它加减呢？万一有些人用自己的意思来翻译这个圣经翻译成英文、中文的时候呢，翻错了怎么办？”所以有些人问我，就问这些东西说的时候呢，他也是，所以呢，我也去过教会，我就看我来这个教会，这个牧师讲的是这个；我去那个教会，那个牧师讲的那个，但是两个都好像不一样，感觉上不一样。所以你没有发现？所以这些疑点在那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有心里面我要说服他，你自己要弄清楚，因为你自己不弄清楚的话呢，你自己也会摇动。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话？到底我这样抓住的话，结果一定会好吗？结果一定会看到神的帮助吗？所以呢，你自己要弄清楚。当外邦人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也是当我们要护教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跟生命也有关系的因为这是生命之道。各位，我通常用3方面来回答这样的问题第一呢，神的话是什么话？我刚才说什么？神的话是真理。那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道理，但是不是绝对真实无谬的真理。所以道理一大堆，金钱的道理，对不对？做人的道理，治理国家的道理，这个世界遍满道理，因为人需要道理，才能从那个道理领悟出怎么使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有各种的思想道理，对不对？意识形态继续出现，他要证明这个是对的、永久的，但是过了时间就发现，这不过只是经过这个50、100年使用而已，那过后行不通了。那比如说一个共产主义道理，共产主义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度整个世界里面，就是忽然间人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热忱，这个东南亚国家不用讲，从中国、俄国那个地方来的时候，但是呢，过一下子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共产不能共产慢慢就变成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哎呀，又慢慢发现也不能完全社会，也要一点资产主义，也要把这个经济的门打开，让钱流动，让人做生意，也不能，因为到最后你发现还是什么？圣经的原则，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对不对？你做工少，他做工多，全部拿一样钱，你谁要做工啊？整个国家怎样发展啊？整个社会怎样前进？你们了解吗？所以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人就这样信了，哇，这个可以解决所有人的贫穷的问题、不平等的问题，我就信了。走到不到几十年，发现不能，整个国家贫穷的要死，对不对？你们了解吗？所以还是你要回到上帝的道。我现在是用一个政治理论、政治道理来讲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很多的，我们养育儿女的很多的方法，怎么叫他品学兼优？啊，讲圣经讲最重要的，他的爱主吗？你有常跟他讲起，行在路上走着，无论怎样，把神的应许刻印在他身上吗？没有。那他品学兼优，但是一遇到人生的挫折，他靠什么？他靠什么？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呢，都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因为什么？我们没有把真理当作真理，所以我们选择性的，现在实用的、对我好的，我就接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圣经里面，圣经为什么我讲神的道就是真理？为什么40多个作者，全部不同的枝叶，贫富之差也很多，对不对？有些是渔夫，有些是哇君王先知写的全部，然后呢，经过这么多朝代写出来的，到今天还是66本，不会像佛经一本之后变成8000多本啊，去加，因为不够。哎呀，人的罪太多，再加，对不对？圣经已经把所有应该神启示给人的生活原则、原理。他们应该要认识的这位神，认识的这个世界的事情，全部原理都已经在里面这个东西。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真理，所以才能够存留到今天。这是很简单的，我们跟人家讲的。那 OK， 但是这样讲了，哦，是吗？这么伟大啊？什么伟大的东西的传下去都有问题，没有错。所以现在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你先知道神的话是真理，所以到现在是不变的，对不对？中心信息是一样的。这第二呢，但是这个绝对无误无谬的这个神的道，到底要怎么传承？讲是很容易啊，使徒就传就，但是呢，下面谁要继续传承下去？各位，传是难的，很难啊。各位，你有祖父吗？请问你公公跟你讲的话，你还记得吗？你公公的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你懂？我你不懂，就是你爸爸没有给你传好。我每次我问我爸爸，公公是怎样？我只懂他是打鱼的咯，还有什么很凶骂人很厉害的就这样。但是我的公公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是什么？他的理念是什么？其实我到现在一知半解，才几代，2代、3代没有了。所以你想想看，圣经的道要这样传承下来的话，几十个时代啊！你看这么容易会流失的，对不对？所以呢，各位，所以我要说的就是，上帝是除了把他的真理讲了之后，他下面最讲究的东西就是谁来传，谁来传承。他定的人物不是随便的使徒他亲眼见过。教父，对不对？教父，然后呢，一代神学家奥古斯丁，然后走下去，然后呢，回复奥古斯丁曾经传的，一代也带来改革运动的，一代改革运动的改革家，对不对？然后这样传下去的，一直到我们今天。所以这个中心理念，借着这个主干人物，这样传到我们当中，不是随便你这边也阿狗阿猫来随便讲几句，那边也来随便讲几句，然后这边也叫先知，那边也叫使徒，今天你也来讲几句，然后今天有圣经，也有你们的你们讲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要信什么？我们所讲的那个绝对不变的无谬的真理在哪里？每个人都说话，对不对？所以上帝是最讲究的，除了我的道是真理以外，谁来传承这个真理？
如果这个没有讲清楚的话今天你这个圣经就烧掉了，不用读了随便找一个人来给你发预言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读教会历史的东西？起码要知道那个主干人物，神认定的人，选派的人是谁，也有明确的证据的是带来整个一个时代、几个时代继续影响的，不是现在忽然间这20-30年，哇，教会从100个人变成1万个人，哇，这样的人做的事工很伟大。No， 这个不叫做伟大。如果你跟改革运动所带来的一代一代影响社会、影响政治、影响经济、影响文化、影响音乐传下来的东西呢？你知道这群人为什么上帝借着他们做这么伟大？因为他们也是要把这个道传承，他们的解释，他们对圣经的一个教义的严谨度，我们最好也是这样守着。你们明白吗？这个意思了所以呢，你看我解决了那个传承的问题。最后呢，那么要传承，那怎么传？怎样传？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解释当我们传的时候呢，请问你要传经历还是要传教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各位，经历呢不能取代，无论多好多伟大，你就算今天开了红海之后你不能传那个经历，你要传那个教义。有教义才能传，所以经历不能取代教义，但是教义也不能只有留在教义。对个人来说，教义是一定要成为你的生活、你的经历所以这2点呢，请大家我就结束这个地方。我给各位几个例子以前我到山西去的时候呢，在那个农村传福音，一个牧师跟他的儿子请我过去。爸爸很爱主，做牧师的父亲很爱主。以前1980多年、9多年做牧师的时候，被抓进公安局哇，用木棍打他，他都忍受。然后以前他服侍主的时候呢，是到另一天或者下个礼拜，那个米缸的米已经完了不是银行没有钱银行钱不钱这个不用讲了，零蛋了。现在是讲米缸你们了解吗？米缸这样，然后这样的还是继续出去传福音。他的儿子这样看他爸爸这样做，然后爸爸每次跟他见证，儿子我米缸快要没米了，哎呀，然后另一天不懂一个叔叔把米送来，还是忽然间就是信箱里面收到有钱，还是很奇妙的。你看儿子天使为我们预备，有时候爸爸哇真的很辛苦，再去找老前辈牧师他找老前辈牧师看他侍奉的这样辛苦就是拿了一些钱给他。然后呢，他就每次跟孩子说：“儿子，你看我们服侍主的这些经历上帝都给我们。”但是儿子看在眼里面说：“第一我也没有这个信心第二，我也没有这个经历。”这些经历都是爸爸有的而已。他就这样讲，很真实的讲。然后爸爸有时候也很痛苦嘛，然后去找老前辈牧师，那老前辈牧师也给他一些钱，然后呢，但是我没有这样的老前辈嘞那儿子就这样讲我只有我自己你们了解吗？所以呢，后来我在农村教导他们的时候呢，我说其实你们总的来说，这些经历是不用讲的，只是要证明神是活着的。但是总的来说，你们自己要认识神，你们要认识这位神，这位供应你们的神，拯救你们的神，供应你们，他是怎样的神？然后他是怎样供应他的子民？他是怎样的信实的神？你要把他认识清楚。因为如果你只是把你的信仰建立在前人他们的那个伟大的经历，到了你之后呢，我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怎样能够服侍这位上帝？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把教义教导，这位神是这样的神。然后即便我也不是反对讲经历，有一些见证我们可以讲，但是那个不是重点。因为今天教会的问题是把见证当作福音整天讲，教会里面传福音传神的道没有几句，都是见证。大家
开始听的时候新鲜，听久了之后发现这个是你的见证吗？跟我的，你的孩子这样改变，我的孩子还没有改变呢，你明白吗？所以呢，他没有得到教育，他没有因认识这位神，自己寻求他，跟他祷告求问他，只有留在教的东西都是什么？哦，这是给你丰盛的，给你兴盛的，应允你的祷告的神，讲这些东西。所以呢，他们认识的这个神是只有这样了。他的圣洁是什么？他的主权是什么？当他有主权的时候，有他的良善，这些他是怎么做事的？他爱他的子民，他也成圣他的子民。那他怎么成圣他的子民？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很彻底明白，从圣经里面明白的话呢，你就会靠着有些人的经历，或者你过去的有一些好的经历，但是你发现支撑不了。到现在，因为你对神的认识没有的话，就是说你的信念本身没有根基。那你不能继续这样过一个得胜有余的信仰生活的哈，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教会现在为什么不要教导教育？为什么一边讲到在主日只有讲到20分钟、30分钟？我这个礼拜30分钟绪论都还没有讲完，你们知道吗？这个是为什么？因为要大家真认识，在靠着圣灵传讲的道里面呢。教主的道生根到你们，然后呢，有一些误解的地方出去，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连接起来。人的思想体系是很奇妙的，你一连接起来通了，你看起来好像参加完一次崇拜以后，你遇到苦难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你曾经听过的那个道啊，在你的心中再次勉励你，那个就是圣灵的扶持了啊。然后呢？我刚才说什么？教义不是只有留在教义，对不对？你懂了教义之后呢，你要什么？你要顺服的，对不对？教义本身是不能结出果子的，教义本身是不能建立你跟神的关系。他就告诉你说，对，神是这样，但是呢，他是活着的神，他不是在一个书里面的神，他是活着今天带领你的神，所以你要顺服他。你顺服他的，跟他一起走，他叫你做的你做，他叫你不要做的不要做。所以你要提摩太，你要谨慎什么？你的言行和你的教导。所以当神跟你说了你的言行，你要说什么，不要说什么，对不对？你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言行，同工之间的言行，对不对？不该说的你说了，你发现你的关系越来越糟。该说的、该勉励的没有勉励，所以你看人一直不会起来。言行要顺服的，有些弟兄姐妹就自己家里面很多孩子啊，什么要照顾什么，但是不喜欢这些。哎呀，我就喜欢去教会，我喜欢跟肢体在一起。到一个地步，你也发现不健康，因为你上帝给你的家人，你没有好好照顾；你的孩子有问题，你没有好好的养育他、教导他。你就喜欢热闹，喜欢团契，到一个地步，你要问你是不是在顺服神？不是的话，你要纠正，你要改过来。不是说你整天在教会就是上帝的美意，对不对？你要以教会为中心，但以教会为中心，也上帝给教会的道，你听了明白了，知道神差派你要做什么，然后你要马上看到你周围神有给你家人、同事、同工。朋友，你要怎么在言行上造就他们？你顺服神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的教育 make sense， 你的教育成为能力，你们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育不是只有要求神的话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它不只是要求你忠于它我忠于不偏左右，除了忠于还要什么？真理要求你的忠于，还有什么？要求你的顺服。我刚才已经讲了，顺服，你不偏左右，但是你还有要做，应该要顺服的事情是什么？那个你要问主这样你的这个才叫做保罗说你要谨慎你的什么？你的言行跟你的教导，所以两者结合在一起，这个才是就给我们圣经的理由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就接着你的仆人劝勉教导的话，
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在你面前，我们都谦卑，就知道主在新的一年，主要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对，我们怎么样跟从主，怎样顺服主，也在正确的根基上顺服。求主怜悯我们的不够，也在这个我们软弱之处，求主多加恩上加恩在我们的生命。也祝福我们这里我们星期四的聚会不管是这个教会或者不是，我们都是主的众教会。愿我们所领受的能够带回到我们个别的现场，祝福主放在我们周围的人。等一下我们的分享或者小组，求主也亲自来带领。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